谁也别想好过。泽连斯基在莫斯科遭无人机袭击后暴露赌徒心态，俄罗斯该怎么办？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俄罗斯军队对奥德萨展开大规模导弹袭击之后，乌方使用无人机对莫斯科进行袭击。虽然此举对俄罗斯目标的伤害性不强，但是俄罗斯首都的民用目标发生爆炸的场面仍然冲击着俄民众的敏感神经，可以说性质仍然非常严重。现在我们还要关注泽连斯基的说法，他强调俄乌冲突正逐渐回到俄罗斯领土，尤其是俄罗斯的国家象征中心地带和军事基地。他声称这是不可避免的过程。那么泽连斯基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将会成为常态。一旦战线陷入冷冻，乌克兰就有可能将更多的恐慌带给俄罗斯民众。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一种谁都别想好过的战略思维。随着战争的持续，乌克兰军队正在无人机、远程巡航导弹、无人艇和弹道导弹领域获得突破，未来对等报复俄罗斯目标成为可能。要注意，就算俄罗斯军队主要袭击的是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和电力基础设施，乌克兰也可能放大袭击范围，最终让俄罗斯军队的防空出现无力应对的情况。也就是说，俄军不可能将其防空所保护的区域扩大到与乌克兰袭击目标相匹配的程度，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乌克兰战场的痛苦外溢到俄罗斯本土的情况。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又能怎么办呢？首先，俄罗斯为了避免这样的报复，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放弃对乌克兰本土纵深的民生目标和军事目标的打击。比如，俄罗斯在夏季就放弃了对乌克兰电力设施的打击。如果俄罗斯军队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俄乌两军的接触线，那么就得放弃自己在远程打击武器领域的优势，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第二，就是在整个俄乌边境接触线上增加防空力量的建设，包括对乌克兰的预警能力，增强防空导弹和电子战部队的部署。俄军现在似乎正在按照这条路走，但是由于乌克兰情报部门和军队可以袭击的目标种类很多，而无人机呢又是一种非常难以探测和防御的廉价武器，想要有好的防御效果是很难做到的。第三，俄罗斯还得在国内想方设法地破坏乌克兰情报局所策划的各类袭击。由于在俄罗斯国内有不少人同情乌克兰，导致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大多还是从俄罗斯本土起飞的，所以俄罗斯国内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如何统一，整个国家如何保持团结，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很简单的情况是，如果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被干扰了，那么其袭击的目标就会由军事目标变成民用目标，这需要整个国民都有心理准备，一起来承受战争所带来的痛苦。第四个办法就是通过谈判来结束乌克兰危机。当然，在乌克兰军队不认输、俄罗斯军队不撤军的情况下，是很难办到的。最后，俄罗斯整个国家要展现出更强大的战争韧性，赌西方国家在未来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最终会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以结束朝鲜战争的方式来结束乌克兰危机。总体而言，乌克兰危机现在已经很难以泽连斯基政府被打服的方式收场，对等报复已经变成了现实。虽然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不足，但是他们已经在用一种赌徒的心理，要让战争的痛苦带给俄罗斯人民。这已经到了考验两国人民对战争承受力的时候了。